找我7万，但是我收到的钱只有6万，我就回头去看他，然后他才又默默的掏出1万块给我。它有那种炭烤猪肉的味道，那个汤蛮香的，鸡蛋奶油感觉还蛮浓郁的。觉得马来西亚那种美露比较好喝，就是冰到你透心凉的那一种。Hello， 欢迎回到欧米干什么？今天是我们在越南自由行的第一天，早上参观完环建湖后，因为太热了，我们准备去吃冰，是一间在 Google 有4.4颗星，有着9000多则评价的冰店哦。喜欢旅游 Vlog 的朋友，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上片通知哦。那就跟我们一起看看吧 ，Go Go！好，我们刚刚买了2支冰淇淋，这间冰淇淋店非常厉害，它在 Google 上面有9000多评，它有分冰棒跟冰淇淋，然后冰棒比较便宜，冰棒一支15块，甜筒的话它一支是17块。然后我们买的2个口味，一个是绿豆，一个是椰子，我猜这是椰子，因为绿豆颜色应该会黄一点。它跟我想象中的椰子冰淇淋不太一样，它偏甜，然后比较像是椰子丝的感觉，跟之前在泰国吃到的椰奶冰淇淋的感觉不一样。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泰国的那一种。它这个绿豆椪，对，它吃起来就是一个冰的绿豆椪的口感，还可以啦，不难吃啊。它的冰棒咬下去一口就可以咬断，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真的就是真材实料，没有用水带过去。对，因为像我们常吃的清冰哦，你牙齿咬下去会有一个动牙龈的感觉。它那种一口咬不下去，那个成分大部分应该都是水，那这个就很好咬。这个吃起来口感很不错，不过感觉会越吃越渴。对，它真的还蛮甜的。然后它里面也不算座位区，但就是有一点点的小位置让你坐着休息一下。可是它有一个内用区，然后摆了大概10来个位置吧，蛮随意的。马上就融化了。然后我们刚刚买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我们买2支这样子是30K，然后我给他10万块找，他应该要找我7万，但是我收到的钱只有6万，然后我就觉得很怪，我就回头去看他，然后他才又默默的掏出1万块给我。但是这个状况在我们刚刚买那个大国面包的时候也遇到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在confuse为什么少了一点钱，我们就回去找那个店家，然后他才又掏了钱给我们。一样的状况怎么会这么快就遇到了呢？就我们观察他们的眼睛，感觉就是我们一回去找他，他好像就知道要干嘛。因为我们一回去找他哦，他的手就往他的那个收银机那边去了。对，就是感觉没有先说怎么了，不是。不确定这是不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但是遇到2次就有点疑惑。大家拿到钱记得看清楚是不是找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币值太大了，容易就会算错。哦，然后还有那个搭计程车，我们这次的话就是用 Grab 嘛，那是建议大家就直接绑信用卡。有很多人分享，他们这边计程车司机哦会那个鬼引擎拿手，就说你拿一张大的给他找啊，他可能这样子东点西点，然后他就说，你刚刚只给我多少啊，你还要再补给我啊。然后如果你跟他有争执的话，他就会说啊，我不想理你了，你滚啦，你下车啦什么之类的。大家用信用卡比较简单啦，你跟计程车司机挥，跟你去跟 Grab 的客服挥，我觉得你跟 Grab 的客服会比较简单。1958年成立的江店冰淇淋店是河内人集体记忆，把摩托车牵进店里排队买冰，坐在摩托车上吃冰淇淋，吃完再去买1支，这就是当地人的日常。想体验河内在地人的生活的话，一定要来哦。只要你看起来是观光客，他就会叫你进来啦。这边的话进来才是他的算本店吧。今年是龙年啊，所以他们也有这种生肖，东西都一样的啦。它这边有多了一些奇怪的小东西。哦，他们这边保全的功能是他们车子停进来趴车啦。他们都没有设那种一桌一桌的座位区。不需要啊，这个冰而已是要多久？这个是什么牌子啊？他在倒车好好笑。这个是什么牌子？我真的不知道等一下来查一下越南车子的品牌好了。Binvest 成立于2017年，是越南第一个自有的汽车品牌。于2022年初停止生产燃油车，此后只打造电动车，有着越南特斯拉的美名哦。他们这个红绿灯文化是不是这几年才有，所以大家普遍都还不是那么的守规矩？不是嘛？大家以为那是路灯，你知道吗？反正就是你要记得举手啦。你举手的话，那你那个过马路的意图就很明显了。
河内歌剧院附近的建筑物相当漂亮，保留了法国殖民史的特色，是很好拍照的地方哦。他们在外拍耶。哦。哎，你看啊，人家当地人都马是直接这样穿越整个圆环的。河内歌剧院建于20世纪初，外形仿巴黎歌剧院为范本设计，是一个典型法国殖民时期的古迹哦。越南当地的艺术创作者更视为古典艺术的殿堂呢。目前没有对外开放参观，想一探究竟的话，需要购票入场哦。奥巴马米线原名Bún chả Hương Liên，曾是一家无名的小店，但在2016年，奥巴马和旅游节目造访后，成为河内家喻户晓的知名店家，是旅客到越南旅游时必吃的河内美食哦。然后他来就是一盆菜，一大盘生菜。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都会必点，所以他们就会先上这2样东西。店内主卖的就是这个米线。对。桌上的调味料很多，加进汤里面味道会更丰富哦。我点了一个这个肉汤，然后这个是卷。这个肉看起来很多哎，这什么？这是不同的肉啊。汉堡排跟培根吗？这个是萝卜吗？还是大头菜？哦，有点像街头菜。它有那种炭烤猪肉的味道，那个汤蛮香的，看起来清，喝起来蛮 OK 的。好特别，不会讲，他们够不修呢。然后呢，我看人家这个是用问的嘛，对不对？它一泡下去就软了。它的米线泡进汤里面，一下就散了，对不对？对，没有吃过这种的口感。还蛮好吃的。真的是汉堡肉排。它的这个肉里面也是微甜微甜的，肉的甜我觉得完全就可以接受。现在应该差不多3点多嘛，它3点多生意还是很好。观光客很多，很多是背大包包来的，本地人也很多了。它的卷里面长这样。它有个大大的白白，那什么虾子吗？应该是虾子。它是那种口感跟味道都很复杂的卷，还是这个也要沾这个？好像是哎，那很可能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这种汤。沾了之后好吃很多。真的哦，所以我在想，它所有东西是不是都围绕这碗汤？好了，那我们刚刚吃完那个欧巴马米粉出来了，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好甜哦，好奇怪。台南人应该会很喜欢吃，吃起来甜甜酸酸。我们都没有另外加它的调料啦，就是想说吃原味看看。那反正整锅都是甜的，我是觉得不用特别来吃，因为我们这样走过来花了15分钟吧。但是它是在环建湖的下面，所以就是如果你有逛环建湖的话，你可以顺道过来。口味我真的觉得一般般，吃名气的。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去环建湖附近喝咖啡，这是一家幼儿园，还在下课。对，还在下课。现在大概3、4点，感觉是他们刚下课不久啊，人在出来吃下午茶的时候，摊子都出来了。对啊，这种路边摊人都超多的，而且很多人都是带小孩在吃，还有人刚下班也来这边吃。他们这么早吃饭哦？可是我看他们也没有比较早睡觉啊。哦，这边是国小啦，还没下课。现在是下课时间，但是还没有放学。过马路好轻松啊！你讲那么夸张，说什么越南没有红绿灯，乱讲，明明就有。我们感觉好像走到了36股街了，反正就是这边有各行各业啦，号称说有36种行业在这边，所以这边叫36股街。那一条路本来就是拿来打羽毛球的吗？我也不知道。Maison Marot 由2位法国人于2011年创立，是致力打造越南顶级巧克力的品牌。店内可以买到不少巧克力周边制品，更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咖啡及各式甜点哦。冷气及环境相当舒适，很适合作为旅途休息及买伴手礼的地方哦。哦，好软，刚吃下去。
It's our ice signature marugas. Yeah. And you have one signature egg cream, right? Yes. Okay, so the egg cream is gonna take about 10 to 15 minutes to make it. So Yeah. Okay. No problem. 这边市区的人普遍英文程度都蛮好的。这一家店的英文程度特好，我刚刚随便来一个问都蛮溜的。哦，好多层哦。好吃的巧克力就对了。它的蛋糕有进到那个咖啡酒，所以咖啡味浓，蛋糕也不会干，因为已经浸湿了嘛。再来是它的馅，有2层不一样的口味，整个口感跟味道都蛮丰富的。它的巧克力好苦，真的假的？就是巧克力味很浓啦，然后我觉得它冰块下的有点少，所以喝起来没有那种泡新娘的感觉。然后我们还要点一个什么鸡蛋巧克力啊，那个他说要久一点点的，可能打起来需要时间吧。然后它这种巧克力底是偏酸的，它泡的是比较浓郁感一点的，所以你会觉得偏大人的口味。那个巧克力花很好吃的，脆脆的很有口感，男生不会喜欢的，它是好吃的，可是太贵了。但是这个吃起来它不会腻，就很滑，你一直吃应该都可以。对啊，它比较精致啊。但是你的钱包会受不了。再来上的这个是鸡蛋奶油咖啡 ，egg cream chocolate， 对不对？OK。鸡蛋奶油感觉还蛮浓郁的。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鸡蛋咖啡吗？因为他们以前很穷啊，喝不起牛奶啊，所以把鸡蛋打发当做奶来喝啊。结果一喝出名，就发现好像还不错。这个好像不能用吸管喝，就像你在喝奶盖，用吸管只会喝到下面的茶，你喝不到上面那一层。那我来单吃它的这个看看。它这个打得非常的浓诶，你看。难怪它这个要多等个5分钟才会上。单吃会有一点鸡蛋的腥味，很怕那种鸡蛋的腥味的话，你不要直接吃这个。然后它们2个混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下面的那个可可就是完全盖掉上面这一层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点的话，不要点一般的就好了。冰得好黏哦，不太懂。对马来西亚那种美露比较好喝，就是冰到你透心凉的那一种。因为它这个巧克力很纯啊，所以纯喝起来就会苦苦的啊。它这边的巧克力看起来比较精致，因为外面一般都是卖那种。复活节是4月是不是？哦，难怪会有蛋。这些都是复活节的周边。哦，这好像是超市都有在卖的。对，这就是比较常看到。哎，这不便宜呢，860呢。哇，那还有这个巧克力这是什么豆，啊？这是巧克力豆啊。下面这是燕麦。这是让你加牛奶吃的吗？它也有这个啦，这个就是很适合拿去办公室请人家的。这个就是造型巧克力，它里面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口味。这个东西就是海盐，然后这是咖啡。我们伴手礼就会买这个。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逛逛。对呀。那我们就继续下一站。哎，你看它这个地板有东西南北。哇哦！圣若瑟教堂。教堂，哎，它晚上会开灯，它有一盏灯打在它的那个画上，壁画上。对啊，很漂亮哎。然后这周围就是一些小摊贩包围这整圈，感觉就很热闹啊。这些小摊贩，然后又要喝下午茶，又要喝咖啡了。哎，它晚上会开灯，很漂亮哎。哦。圣若瑟教堂建于1886年，距今100多年，是河内最古老的教堂。外观是典型哥德式建筑，里面的彩绘玻璃非常漂亮。越南是东南亚第2大天主教国家，十分重视圣诞节。在2004年的圣诞节，更有高达4000多人进堂，十分壮观。我们刚好遇到敲钟，还蛮幸运的。越南法国面包 Bánh mì mama. 在圣若瑟教堂的旁边，位处于一级观光镇区，但价格意外的亲民哦，一个约台币15到30块。特色是里面有现煎鸡蛋，缺点是要等很久，高峰期的话等个40分钟也是常态的啦。呀，来啦，直接第一口了啦！新鲜出炉。哦，这里面有
有香肠、猪肉、蛋、生菜、萝卜丝，然后还有2种酱。哎，有干酱吗？好像没看到它的膜。没有干酱。哦，不一样哦，来吃吃看。他们的面包都是那种空虚感，就是里面有气孔的那一种。这家生意很好哎，本地人跟观光客都超多的。它更好香哦。然后它这个酱不会像中午吃的那个那么多的感觉，它有辣吗？它有挤一条辣酱，那我猜那个就是甜辣，不会到很辣的那种。因为他有问你那个酱吗？它就是一个国际通用手势，绕一圈，然后我们就 OK。不太一样哎，因为它这个压得很扁，这家有点像那种压烤吐司的，它比较没有法国面包那种康滋的感觉。这好好吃哦，它的料好丰富。可以买，可以买，30块，台币快40。OK 啦，这吃一个就饱啦。可是我好像比较爱吃有干酱的，如果他在加今天我们早上吃那个有干酱的，无敌。这个2罐哦。可以啦。哎咻。Two water. 15 dozen though. Okay, and 1 Coke. Coca-Cola 30 dozen though. How much? Total 50 dozen though. 50,000.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买了2罐大水，1罐可乐，这样子50个签，台币50-60块吧，应该没被宰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蛮合理的啊，就这样子了啦，想喝就这样子了啦。好了，我们回家了，然后补给了2罐水、可乐，先休息，等一下再出去夜游。然后我们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它这个卡片拔起来之后，只有电灯关掉，冷气继续开。回来超凉。佛心，真的佛心，这家饭店推赞。后来我们就直接躺在床上不动了，看了一下手机才发现，当天走了将近2万步啊！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要带你们去河内富人区西湖旁的乐天百货，这是我们觉得 CP 值最高的摩天大楼景点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周见，拜拜。